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身边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在商界、政界或者复杂社交圈里混得风生水起的高手，你会发现，这类人身上往往有一种很罕见的特质，我管它叫顶级松弛感。哪怕当面被人顶撞，哪怕遇到突发危机，他们依然能气定神闲，进退有度。这种气质，很多人以为是社会毒打出来的，或者是天生情商高。但我通过研究大量的家庭系统理论和脑科学案例发现，这种社交防御力的根源，其实是在18岁之前的家庭环境里，被父母用一些极其微小，甚至看起来有些反常识的行为给喂出来的。今天，我想聊10件投入极低，但逻辑极深的家庭小事。如果咱们能坚持做下去，你的孩子身上会慢慢长出一种由内而外的铠甲。第一件事，当孩子把事情搞砸时，你的第一反应必须是笑。咱们很多当爹的，平时在外面谈生意、带团队，最看不得手下人犯低级错误。但在家里，请收起你的职业病。孩子打翻了刚热好的牛奶，或者把你最心爱的紫砂壶给摔了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惊呼？是皱眉？还是下意识的责备？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情绪参照效应。在突发灾难面前，孩子其实是没概念的，他会本能地盯着你的脸看，通过你的反应来定义危险等级。你一拍大腿，他觉得天塌了；你皱眉怒吼，他觉得自己完了。这种恐惧会瞬间激活他的威胁防御系统，让他以后只要一犯错就陷入应激反应。如果你这时候能淡定地笑出声，说一句哟，看来咱家地板也想喝牛奶了，你在地毯上画了个世界地图啊。这其实是在他的潜意识里种下一颗种子，犯错不可怕，天塌不下来。这种对错误的松弛感，是他以后面对商战失利、职场挫折时最核心的心理防御。第二件事，用物理扩胸代替那种苍白无力的加油。孩子要上台演讲，或者要去参加关键比赛，紧张的手心冒汗，你跟他说别紧张，你是最棒的，说实话，这纯属废话。焦虑这种东西，是由于大脑里皮质醇浓度过高导致的，光靠语言劝不动。这时候我们要动用脑科学里的具身认知。你可以直接走过去，帮他把双臂张开，让他挺直腰板，做几个深呼吸，甚至让他用力拉伸一下双臂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姿态会反向塑造心理状态。这种物理层面的扩张动作能迅速降低皮质醇的分泌，提升睾酮素水平。你得告诉他，先把架子撑开，心里的胆气自然就回来了。这叫由表及里，比任何口头鼓励都有力量。第三件事，把家里的一部分财政预算权真正交给他。我见过很多孩子，出门在外总是唯唯诺诺，习惯性的讨好别人。深层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他在家里没有实权。在心理学上，这叫培养内控型人格。我建议大家每周拨出一笔专款，哪怕不多，但这笔钱怎么花，全由孩子说了算。比如周六的晚餐吃什么，全家的周末活动去哪儿，哪怕他决定全家连吃3顿路边摊，你也得咬牙配合。一个在家里能支配资源、体验过当家做主的孩子，他走出家门后，骨子里就带着一份主见。他知道什么叫决策，什么叫责任，他绝不会成为一个任人摆布的软柿子。第4件事，夸奖孩子的时候，彻底戒掉所有的形容词。你真聪明，你太棒了，你简直是个天才。这些话听着顺耳，其实是慢性毒药。这在心理学上叫隐性控制，会给孩子贴上标签。为了维持这个聪明的人设，他以后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任何有挑战性的事。咱们要学会成长性归因，把形容词换成动词和细节。比如，不要说你真厉害，要说我看到你刚才为了算出的那道数学题，草稿纸都写了3张，换了4种思路。你看，重点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转移到了他做了什么努力。
这不仅能粉碎他的智力焦虑，更能赋予他那种死磕难题的韧性。在咱们成年人的世界里，能成事的往往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最有韧性的。第5件事，每天安排15分钟的权力反转游戏。咱们做家长的习惯了发号施令，但长期被规矩约束的孩子，内心往往积压着巨大的无力感。我建议大家每天设定15分钟的反转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是一家之主，你是那个笨手笨脚需要被指导的孩子。他可以指挥你干活，甚至可以学着你的样子批评你。这在心理治疗中非常有效，能让他在绝对安全的环境下释放控制欲和攻击性。这种情绪的合法排雷，能让他走出家门后，不再需要通过讨好别人来换取安全感。第6件事，孩子忘了带作业，你绝对不能去学校送。我知道很多当爹的心软，怕孩子被老师骂，但请记住阿德勒心理学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，课题分离。忘带作业是他的课题，被老师批评是他成长的必修课。你送了这一次，就剥夺了他承担自然后果的机会。你只需要等他垂头丧气回来时，平静地问一句：今天没交作业，老师怎么说的？你感觉怎么样？下次打算怎么办？把痛苦原封不动地还给他，他才会长出对自己人生负责的铠甲。我们要做的是站在他身后，而不是挡在他前面。第7件事，发生激烈冲突时，立刻改用写纸条沟通。当2代人吵到面红耳赤，甚至想摔东西的时候，请记住，这时候说话就是飞刀，因为你们大脑里的杏仁核已经疯狂报警了，理智基本为零。这时候你要强制自己闭麦，拿张纸写下你的真实感受推给他，也让他写下来。脑科学证明，当人开始写字时，大脑会强制动用逻辑中枢，情绪会自动降温。这种文字的缓冲是教给孩子最高级的冲突管理手段。第8件事，面对他的无理攻击，做一个冷漠的情绪容器。当孩子进入青春期，或者闹脾气大喊我讨厌你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时，千万别讲道理，更别暴怒回击。心理学有个词叫抱持，你要像一座不为所动的深山，你就平静地看着他，说我知道你现在非常生气，甚至有点恨我，这没关系，我允许你生气。当他发现他最恶劣的情绪竟然没能摧毁你，也没能摧毁你们的关系时，他内心的安全感会瞬间爆棚。以后他在外面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他都知道家里有个摔不碎的避风港。第9件事，当孩子无聊发呆时，千万别去给他找点事做。很多家长看不得孩子闲着，非得塞满补习班或者特长课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当一个孩子感到无聊且没有外界刺激时，大脑才会启动默认网络 DMN， 这是深度内省和创造力爆发的温床。给他留白，让他学会跟自己相处，让他学会在孤独中找乐子。这样长大的孩子身上会有一种内生定力，他不需要外界的喧嚣和评价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第10件事，经常在孩子擅长的领域向他示弱和请教，不要永远做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能的父亲。利用胜任力动机，故意在他熟悉的领域装笨。比如，儿子，这个手机软件怎么调？爸爸实在搞不明白了，你教教我。当他像个专家一样指导你时，他的自我效能感会瞬间爆棚。一个从小就能拯救和指导父母的孩子，他的心理底色是极其自信且强大的。各位，这是件小事，听起来可能有点离经叛道，甚至有点反直觉，但如果你仔细推敲，每一件都在顺应大脑的发育规律，都在帮孩子建立清晰的自我边界。好的家庭教育绝对不是教出一个永远不犯错、随时迎合别人的标准假人。好的教育是给孩子提供一片松弛、真实、有弹性的土壤，让他在这片土壤里
长出属于自己的根系。这样，当他某天独自走向那个复杂残酷的世界时，他早已拥有了爱与被爱的底气，拥有了那种无论境遇如何都能活得从容体面的高级感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各位带来一点不一样的思考。我是高维认知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